If you kill Americans, if you threaten Americans anywhere on earth, we will hunt you down without apology and without hesitation, and we will kill you. 这是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在美伊首次开打2天后说的话。而就在几天前，7月17日，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导致3名美军死亡。随后，特朗普下令让美军实施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行动目的之一是为阵亡的美军将士报仇雪恨。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great patriots. 7月21日，赫克塞斯前往国会参加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他承认美伊之战已经耗费了375亿美元，但要想拿下这场冲突，他要求国会立刻批准67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除此以外，赫克塞斯还要求国会将2027年的国防预算提升至 1.5 万亿美元。如果最终国会批准， 1.5 万亿美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年国防预算，其绝对增量为2战以来最大，百分比增幅则为朝鲜战争以来最高。很明显，这是美军想要大幅扩大军工生产能力，并升级战争机器。那么为什么特朗普才刚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没多久，美伊就大打出手？而且这次，美国已经开始打击伊朗的桥梁，并可能攻击发电厂。伊朗则打击了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双方的打击范围从军事目标转向基础设施，冲突正在大幅升级，甚至向全面战争的方向发展。欢迎来到 Chris 军人基地，聚焦各大军政要闻。今天我们来说说战火重燃，为什么美伊又开打了？2026年6月17日，经过数月交战后，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了一份包含14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协议的核心不是立刻解决所有争端，而是提供60天的停火时间，让双方继续谈判。协议要求停火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放松伊朗石油出口限制，伊朗则要尽最大努力保障商船安全免费通行，同时与其他海湾国家讨论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安排。后续谈判还将涉及核问题、解除制裁，以及规模可能达到3000亿的伊朗重建计划。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协议虽然包含诸多事项，但很多关键措辞十分模糊，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这也为二番战埋下了伏笔。6月17日，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开始恢复通行，每日平均通过量超过25艘，达到了美伊冲突后的峰值。但转折点发生于6月24号，当天，阿曼外交部宣布，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提供一条临时通航走廊。这条航道靠近阿曼水域，主要用于将被困船只撤离波斯湾。阿曼外交部称，此举是为了保障航行自由，不会征收通行费。船舶通过临时航道时，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即可，不必向革命卫队申请许可。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撤离框架，船舶在接到协调通知后，可以自由选择由伊朗管辖的北部航道，或者由阿曼管辖的南部航道。根据英国航运媒体《劳氏日报》的报道，在南部航道公布后，当天有至少26艘商船使用南线，只有11艘使用北线。南线的通航量约为北线的2.4倍。很明显，对于伊朗来说，阿曼的新南部航道严重威胁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如果南部航道成为主流航道，伊朗将直接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审批权、航线指定权，乃至可能的收费权。这对于革命卫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6月25号，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要求所有船舶只能使用伊朗公布的航道，而且通航时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任何违规船只将被依法处置。当天晚些时候，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货船，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但美国政府将其定性为违反停火。6月26日，美国空袭了伊朗沿海雷达、无人机阵地和导弹设施。随后，万斯公开表示，美方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如果对备忘录有异议，可以通过电话解决，但任何暴力行为都将面临暴力的回应。伊朗方面则回应称，是美国违反协议在先，美国试图否定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管理权，而且支持不经伊朗批准的航运安排，这破坏了协议的执行。6月27日，伊朗又攻击了一艘使用南部航线的油轮，美军随即反击，发动了第2轮空袭。作为回应，
伊朗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但伊朗的这轮打击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破坏，因此美军并没有选择继续反击。随后6月底，在卡塔尔和巴勒斯坦的协调下，美伊双方再次短暂停火，但伊朗的关键立场没有改变，他们警告所有油轮必须使用伊朗认可的航道，否则将遭到强力回应。7月6日至7日，3艘商船先后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水域遇袭，这轮袭击直接导致南部航道交通几乎瘫痪。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认定，这3起袭击均由伊朗实施，卡塔尔和沙特也将责任归结于伊朗。伊朗虽说没有公开承认，但他们再次警告，未经批准使用其他航道的船舶将面临风险。在3艘商船遇袭后，战火彻底重燃，美军当天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打击了80多个伊朗目标，同时撤销了6月22日签发的伊朗石油出口许可证。在遭受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阿塔姆阿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了声明，将美军的空袭视为公然的侵略行为，并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7月8日，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直言，停火已经结束。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We make a deal. Everyone's agreed. No nuclear weapon. We make a deal. They go outside, talk to the press. They say, we never even talked about i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m. They're cuckoo. 随后的数天内，美军又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空袭，主要目的是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伊朗则开始攻击位于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7月11日晚至12日，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了2艘未经许可通行的商船，并彻底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7月14日，美军重新封锁伊朗港口，并在北阿拉伯海域部署了包括2艘航母在内的至少19艘军舰。截止7月25日，美军已经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4个夜晚的空袭。美军的重点打击目标主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区以及阿曼湾沿岸。除了军事目标外，美军还摧毁了数座伊朗南部的桥梁，目的是尽可能切断阿巴斯港与伊朗内陆的联系。阿巴斯港是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指挥和保障中心，也是伊朗南部重要的港口与交通枢纽。打击这里的军事设施和交通要道，既能削弱伊朗攻击商船、封锁海峡的能力，也能减少海峡部队与伊朗内陆之间的补给联系。所以说，目前美伊冲突的核心不是核设施，不是政权更迭，也不是导弹和无人机，双方的博弈重点全部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在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第5条写道，协议签署后，伊朗应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保证油轮在60天内免费安全通行。伊朗人认为该条款表述得很清楚，那就是伊朗对于整个海峡具有管辖权，只是在60天内不收费。而美国和其他海湾国家则认为，该条款只说明了伊朗负责排雷并协助安全通航，并不代表伊朗有权审批全部船舶，划定唯一航线，或者在60天以后收费。因此，对于同一条款的不同理解是冲突再起的导火索。而更关键的点在于，美国和伊朗都不想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做出任何让步。先说美国，要知道，在美伊开打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商船可以不受限制的、安全免费的随意通行。而如今，美国已经为这场冲突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军事行动。如果最终不但没能在战场上迫使伊朗让步，反而通过一份停火协议，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拱手交给伊朗，这不仅意味着美国在军事上没有达到目标，更意味着美国亲手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原有的通航秩序。过去由国际规则保障的自由航行，今后可能变成由伊朗决定谁能过、何时过以及掏多少钱过。这对于长期把自己标榜为自由航行守护者的美国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只关系到伊朗和美国，海湾周边国家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都依靠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这些国家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他们长期给美国打钱，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多花点钱对这些石油佬来说无所谓，但起码得换一个平安吧。如果美国连最基本的通航自由都无法确保，那么继续依靠美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无论怎么说，
美国都不能让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再说伊朗，打到现在，伊朗人很清楚，他们手中最管用的牌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对称作战。伊朗无法在正面作战中击败美国，但他们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放几枚水雷，飞几架无人机，随便攻击一下油轮，就能让整个海峡断航。断航的后果是油价上涨，美国通胀压力增加，随后选民和国会开始反战，国内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最终逼迫美国停战，和伊朗谈判。在谈判中，伊朗便可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筹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不可能轻易放弃这张王牌。相反，伊朗人还打出了另一张王牌，这另一张王牌便是曼德海峡。为了不过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早在上世纪80年代，沙特便开始建造一条横穿东西的输油管道。经过数轮扩建后，如今这条输油管道每天最多可以将700万桶原油从沙特东部油田运到红海沿岸。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后，沙特就开始依靠这条大动脉将油运到红海，再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到沙特。这样一来，可以大幅降低沙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因此，为了继续扩大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并对美国施压，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开始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截止7月25日，胡塞武装打击了红海内的3艘沙特油轮，帮助伊朗开辟了第二战场。对于美军来说，这2个海峡的问题是最棘手的，也是最难处理的。原因很简单，打不完也防不住，仅凭空袭无法清除伊朗袭击油轮的能力。在7月21号的听证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也承认了这一点。So I think academically, as you look across the totality of history, air power's got limits. 丹凯恩还表示，伊朗会是美军的长期挑战，使用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仍未排除。目前，美伊2番战仍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双方后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斗法。